那我们就比比。太乙狮子诀，他来自望城山。这一招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看来这一次考生，真的都是卧虎藏龙啊！这玄门的高手都来我们大考凑热闹，看来我们学堂的威名已经震慑天下。怎么样，你的寿还遇不遇了？不遇了，告辞。那个，我可以。我不止会变戏法。告辞，告辞。原来是你呀，赵玉甲。不选我，我可就走了。哎，选。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小哥挺不错的，跟我们是一路人。那我们的队伍便算是成了。等等，姑娘，你虽然长得很好看，但我没有确定要选你哦。叶公子有什么打算？事关紧要，还是要谨慎一些比较好。百里，试一下这位姑娘武功。我快。好。你的轻功不错，比那天好像要快了一些，不是普通的三飞燕。这是我自创的，叫一醉千里。袖里藏剑，轻妙无比啊！一醉瞬杀，倒是惊险骇人。我并没有杀心，这一剑只是试探。千万小心！小心点。等等，红螺寺的盘龙寺。盘龙寺乃精铁所铸，细到几乎无法用肉眼来分辨。世间很少有比这还隐秘、还锋锐的武器了。
你们怎么不走啊？好像也没这么锋利嘛。你这可是仙宫品的剑，而这只是最普通的盘龙丝。还有不普通的盘龙丝？那你就得自己去问红螺寺星下的人了。走吧。哇，原来这就是剑塔，真是壮观。这才是真的仙宫品剑吧？怕是只有仙人才识得吧？这剑楼里的剑都这么不值钱，无人看守，也不怕被偷？那也得看有没有命头。既然我们已经到了，接下来该做什么？线索不过是一具尸罢了。你在看什么？我总觉得这剑柄上的玉像极了眼睛。你看到了吗？还是我眼花了？你没看错，我也看到了，这剑柄上的玉似人眼一般眨动了一下。不如我给它劈开看看，里面藏了什么玄机。小子，此剑价值连城，你若毁了，就算你最后成了学堂的弟子，也得赔。我乃信阳剑仙佩剑，我是扶风仙子佩剑，明月剑，齐霄剑。我乃剑楼之主，万剑归宗，我统万剑；万剑归宗，我统万剑。魑魅魍魉，装什么剑主？君不见，玄武万剑，天下众魔何敢敌？是那首诗，看来我们来对了。不，你们来错了。双瞳。传说仓颉4目为皇帝时，这世间竟真有一目双瞳之人。凡人双瞳，半步神仙；智者双瞳，一步登天。你是谁？我是你们的阀。既然你们已经来到了这里，想要得到最终的答案，就得过了我这一关。你是学堂的人。我说了，万剑归宗，我统万剑。装神弄鬼。小心，现在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。大殿一片漆黑，我们看不到他，他应当看不到我们。双瞳之人，一瞳属日，一瞳属夜。想必此刻在他眼里，楼内之景纤毫毕现，而我们才是4个瞎子。我听风辨位也修了几年，但现在我却找不到他的位置。没错，他似乎无处不在。没时间了，这里既然与我们要寻的东西无关，就不必再纠缠，往外跑。怎么办？我们出不去了。我有办法了。你不是说那个很值钱吗？那小爷我就给你劈个一干二净。大胆！快走！来，龙驹！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浪费了我这招声东击西。
既然逃不了，那就打吧。4个打1个，还怕我们拳头不够硬吗？你跟他对一拳，就知道你的拳头硬不硬了。虽说我刚踏入江湖不久，但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此人为逍遥天境，咱们几个金刚凡境，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你错了。哪儿错了？我不是金刚凡境。我是自在地境。那你还来拜什么师啊？谁说我是来拜师的？我师尊吕素贞乃是世上行走的真仙，可不比李先生差。我是奉命来此，历练一番的。东君啊，怎么了？我也是自在地境。我才是那个处决。不打了，你们4个走吧。为何忽然放了我们？刚才你们有机会抛下那个用剑的小子独自逃跑，却没有那样做，我觉得很满意。所谓学堂的考核，不过是一个我满意。若要你们真的打过我，才能算作通过，那还拜什么师？你们自己就可以当老师了。你们以后也需记住这一课，不管何时，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同伴。鼎之记下了，玉甲也记下了。玉甲，真是个烂名字。都说了让你小心点。前辈教训的是。哎呀，再多赠你们一句话吧，只靠你们自己的锦囊，是无法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的。所以，你们还得去找其他几队人，只有集齐4个锦囊，方能得到真正的答案。晚去不如早去。走吧。多谢前辈。谢了啊，还知道救我。今年这些年轻人还真是不错。你还好吧？不太好，我体内的真气在四处乱窜。刚才那个怪人，该不会是以为我真要把那个巨剑给劈了，所以用了狠力。我得马上调息一下。我来帮你运气，很快。你需要多久？少说得小半个时辰。他这伤必须现在就治，不然我们一会儿遇到诸葛云，我们少一人也不好对付。我为你们护法。没想到你会的可真多呀！那是因为死过很多次。这先疗伤吧。真好啊！什么真好？年轻而绝世的少年，齐聚于这座集世间繁华于一处的城池，并肩作战，在屋檐之下对坐疗伤。这本就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好的事。
如果你们不出现的话，今日这里应该只有1队人来才对。我们探得一些消息，有人伪造身份混入了学堂大考。不错，有个年轻人是吕素贞座下大弟子王一行，不是什么赵玉甲。不过以吕先生和李先生的关系，此事李先生早已知晓，不必大惊小怪。不是什么赵玉甲，还有其他人，只是没想到我们来晚了一步，他们走了。小先生，我们在一条小巷中发现一个小队，队内的4名考生全都死了。全都死了？那个诸葛云呢？诸葛云死了吗？是的。诸葛云死了的话，咱俩猜错了？白小棠的消息向来很准，我们去看看。诸葛云是诸葛家的人吗？我随你们去。其中3名考生死状惨烈，刚来这里的时候几乎没法看。我们已经派人去信，告知他们家人。这是个什么样的变态？这些考生跟他有什么冤仇？为什么要手杀无辜之人呢？诸葛云死的比较特别，尸身上也没有那么多伤。这边。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凶手肯定对诸葛家是有独特的情感，不然这个诸葛云死的也不会比别人漂亮那么多。现在不是说这些废话的时候，快派仵作过来验尸。这个就是你们说的诸葛云吗？他不是诸葛云，而且他不会武功。替死鬼。这个诸葛家的人，你们就一直没有看穿吗？没有。虽然学堂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，但他所使的武功确实是奇门遁甲。我想，我猜到他是谁了。只是，如果是他，那么事情可就麻烦了。有意思。不过我们来不来，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果然是仵作许，而且惊人，仵作双尊都来了。诸葛云？不对，你周身的内力波动，不是诸葛云这样一个年轻人能拥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你便无需管了。我们的目标也不是你。你先替他疗伤。现在，交给我。好。无名小辈，就不要在老夫面前放肆了吧。无名小辈。这是一成一败，谓之一劫。自此天地以前，则有无量劫矣。此乃无量剑法。你不是赵玉甲，只许你不是诸葛云，不许我不是赵玉甲。没错，我不是赵玉甲，我乃望城山吕素贞座下首席大弟子王一行。
你未来的弟子正在面临强敌，生死关头，你却在这儿喝酒，打瞌睡。首先，这是天启城啊，一个武者贱如狗、高手遍地走的天启城。要说敌人有多强嘛，也不算强，因为最强的人是我，我才是天下第一。这大考怎么这么久啊？我都累了。他们遇到的敌人，不是普通的敌人。哎呀，哪有什么普通不普通啊？敌人就分成两种，一种呢，他要杀你；一种你要杀他。遇到你要杀的人，那就磨剑10年，殊死一击；遇到他要杀你的，那就不管怎么样，能活着就好。嘿嘿嘿。方才若风送来的消息，你猜到那些人是谁了吗？天外之天，方外之地，也是一个曾经的王朝最后的退守之地。那个王朝，国主信奉圣天教，乃是个教国一体的王朝。当年我见过他们国主，他身边有5个武功极强的侍从，分别叫无法无天、无相无作。放到如今，每一个都算得上是绝世高手。你方才说有5个侍从，为何只说了4个名字？是啊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果然，有你这个双瞳老儿在，就没什么好事。诸葛云，等着！之前你为何不告诉我，此次来的是无作使？多了很多胜算，难道不好吗？如今无作双尊合体，他们哪里还有命在？假装为我所伤，先静观其变。兵斗者今日立前行。9字真言，有趣。出！这是不动明王功。运功时成金刚怒目相，鬼神皆畏惧，是为不动明王。此功已爆发出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能量，逆境杀人，是世间最蛮横霸道，却也是最伤人伤己的武功。你竟真的能变不动明王？我不信。那就打到你信。真有能耐。好了，叶鼎直，快收工吧。这么大动作，学堂应该也能察觉了，留些余力等他们的人来。收工。不好，他要走火入魔了。看来你这不动明王功就练成了一半啊！那就莫怪老夫诛灭你这小神了。当着我的面敢动我的人，我不
不过是受了点小伤，就容你这么放肆？等了这么久，也该轮到我这个主角登场了。师妹，另一个人醒了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少侠还未痊愈，就不必行这些虚礼。不知我这兄弟……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不会有事。多谢姑娘。敢问姑娘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景玉王府。什么？景玉王府？那你是？自然就是景玉王妃了，只不过是未过门的。所以是王府救了我们？不是我，我救你们与王府无关，只是你们恰巧落到了我的院子里，而我与这叶鼎之。叶鼎之，倒是个挺威风的名字。我与这叶鼎之挺有眼缘的，所以就救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师傅，师傅，来了什么？哦，还没来。哎呦，东君，我看叶鼎之是不会来了。不可能啊！要不再等等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不是，你们这都等1天了，已经。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东君，这个拜师啊，除了讲究资质、讲究运气，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缘分。看来今天我只能收你一个徒弟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们王爷可真心大呀！这偌大的别院，他也不来，只有王妃和王妃的师兄。好快就见。少侠慎言，我师兄马上是连王爷也不能轻易得罪的人了。师妹，师兄，你放心，我有数。长了一副好皮囊，
就是好啊。王妃何出此言？如果是你躺在这里，就喝不到这冰封水了。我长得也还算是玉树临风吧。可差远了。叶兄弟，你醒了啊？你醒？你小心一点。师兄，王少侠。这位是洛清扬，是影宗大弟子洛清扬。我们曾经见过。他是洛清扬，那他……云哥在这里。他是我去。发什么呆啊？哦，对了，这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景玉王妃。不要叫王妃，我还未过门，就不是王妃。王少侠，你的伤好了吗？多亏王妃和洛兄及时相救，没有伤及内力，现在已无大碍了。那，外面没有高人在追捕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皇帝陛下可是给我望城山玉瓷果至清牌匾，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，走到哪儿都是上宾以待。那晚只是个意外，那么，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行，那叶兄，我。
小妹妹，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我家呀，我父亲把你带回来的。我当然知道这是你家呀，那请问你是谁呀？我叫李寒一。李寒一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原来你是李先生的女儿。这老头到底多大岁数啊？女儿居然这么小。寒一，客人醒了。阿娘，罪过呀，罪过。阿娘，这个叔叔好奇怪，是不是脑子不好呀？跟我阿爹一样气人。嗯，乖，可不能这样说叔叔。见过师娘。啊？在下百里东君，以后还请多多照顾。哎呀，我怎么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收了一个徒弟呀？这是我内人，这是我小女，这是我家，你个傻子！管谁喊师娘呢？我知道，虽然吧，按照辈分来说，你应该喊我师兄，但是我真不介意抬抬我的阶位。要不这样，你也甭喊我师傅，喊爹。乖乖，要不因为你女儿姓李，能闹这么大笑话吗？他是跟我姓。敢问嫂嫂姓名？剑心种，李新月。哦，我听我舅舅提起过，那可是压了名剑山庄一头的铸剑世家呀。雷兄，你可以啊！没想到你在外面威风凛凛，回家竟然是个赘婿。那是。别！我们霹雳堂雷家在江湖上也是赫有名的，好吧？你喊谁赘婿呢？我弄死你！我哎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女儿为什么不姓雷啊？因为我爹被雷家宝逐出来了，子女不能姓雷。不过我也不想姓雷，听起来凶巴巴的。寒一，我们先回屋，让你爹跟这位叔叔谈他们的事情。走吧。行吧，既然你也醒了，师兄，带你去见见师傅吧。哎，等等，叶鼎之去哪儿了？他回来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去什么去啊？别去了。王师兄，你回来了。叶鼎之呢？难道他先入学堂了？他呀，他现在在天启城中最安全的地方养伤，美人在侧，浓情蜜意的，你就别管他了。什么意思呀？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行，那叶兄，我先不走。王兄，麻烦你替我转告那小子，让他好好跟李先生学艺，我等着他名扬天下的那天。就这？他就说了这些？对啊。王兄弟，那位姑娘救你们的事儿，除了你们之外，还有人知道吗？除了我们之外，就还有那天追杀我们的神秘人知道。除了你们之外，谁也别说。毕竟，这朝堂之事错综复杂。既然那位姑娘说了，救你们是她的个人行为，那景云王应该不知道。放心吧，我还是有分寸的。哦，对了，
那天我听那个紫衣人说，叶鼎之也是什么天生五脉，要招他去哪儿？这样看来，景域王妃那边确实是对他而言最安全的地方。到底什么才是天生五脉呀？这个问题，师傅应该知道答案。我就送二位到这儿了。线下任务完成，我也该回望城山了。多谢王师兄一路照拂，山高水长，我们有缘再见。嗯。百里师叔，您先请吧。好。他竟然闪开了！哎呀，失策了！哎呀，我用这个方法整到他诸位师兄，却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啊，都不是什么好孩子。小姐，算算日子，白发紫衣大人应该已经回到天外天了。二小姐若是看到了他们，却没有看到小姐，指定要发脾气了。我让白发他们先走，是想看看北阙曾经的山河。星儿知道了缘由，他应该就不会生气了。小姐，那儿有一户人家。进来。禀无相尊师，
西楚剑阁问世，天生五脉也找到了。剑仙当年已死，尸体挂于城墙，我亲眼所见。那能将西楚剑阁传世的，只剩下了儒仙。儒仙，药人之术，我们复国指日可待。小姐，他们供奉的是咱们北阙的勾陈大帝，他们是我们北阙的子民。方才看到牌位上的生卒，娘子的夫君和公公，可是死于15年前。夫君和公公，因15年前北阙和北离一战，死在了沙场上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如若一日北阙光复呢？北阙光复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的丈夫，我的儿子都没有办法再回来了。而战争一旦又开始，又会有多少人失去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呢？复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再往北20里，便是故都了吧？每年元宵，花灯满城。我原以为那是人间最和美的景象，可是好像不论它还是不是一个国家的都城，不论执掌它的还是不是那个人，若是10年安稳，到了元宵，依旧还会花灯满城。人生短短一回，北阙一名需要的，或许并不是北阙，而是像今夜一样没有纷争的安稳吧。西楚剑术大道朝天，世人皆仰，退而让之，寻其轨道为我所用。若危及百里，退。父亲啊，父亲，我也想见见真正的大道。父亲传来的消息。父亲说，大道之下还有鬼道，大道留给世人，鬼道留给温家。鬼道是指什么？我也只是听说，却从未亲眼见过。据说是西楚的药人之术，若真有此术，鬼神俱至。可是若拿不到呢？我也很好奇呀。若真拿不到，妹妹是帮百里家，还是温家呀？哎呦，那我到时候就问我儿子，他让我帮谁，我就帮谁。放心吧，父亲也说了，若危及百里，退。父亲说的是退，而不是住，说明他也意识到了这次事情不一样了。父亲是父亲啊，我是我，百里家我不管，我妹妹不能有毫发损伤，我外甥更不行。除非
我温乎就先死。也不知道司空长风怎么样了。前辈，先别忙着谢我啊！我又没说要救你。我问你，是不是这温壶酒让你来的？他是不是说，我一看到你这一身毒，就会拼尽全力的救你，证明我自己比他强？等着毒一解，你身上的旧伤复发，我以为是他留的后手，还会竭尽全力的再救你一次。完了呀！ 温前辈只说这样药王会救我，没说被识破后要怎么办？你这一身五毒，天下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除了他，谁还能这么无聊？哎，你乱动什么？前辈既然不愿救我，那我自然不会久留。我又没说不救你，不过。 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按理说，你这病早该死了，是什么让你活下来的？难道有名医相救？我哪请得起什么名医？不过是看了一本医书，寻着法子，采了些草药，胡来之罢了。果然，还真有学医的天赋。那正好。 我谷中正缺个制药的小童子，为我端茶倒水。等我100年之后，继承我的衣钵，做个小药王。你呢，做童子倒老了点儿，不过这里没什么人，勉强用用吧。告辞。哎，行，就半年，我救你一命，陪我半年不成吗？只需半年，就半年。 就怕半年以后，你舍不得走。好。怎么了？啊，小先生，是卓墨公子。 吃钱东吗，宝宝？我就知道，以你的性子，一定日夜兼程、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。然后方才呢，我又掐指一算，你必定会途经这里。怎么样？我这时间地点算得不错吧？夸夸我。
父亲，天启城来的人有消息了。学堂小先生。哎，我说我亲爹呀！哎，我还没出来呢，你干嘛呀？你舅舅说，你要学剑法，赶紧滚起来练剑。臭小子，还换了个地方睡，不像个样子。拿好你自己的剑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你要教我剑？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？我不要你教我。怎么，还看不上你老子了？你看看，这剑如何？仙宫品的剑，自然绝顶。自然就是了。我既有仙宫品的宝剑，那自然要全天下最厉害的人来教我。我听说如今世上最厉害的人乃天启城稷下学堂的李先生。我去不了天启城，你找个差不多的人来教我吧。臭小子！我说过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还我！还给你了，你倒是用啊！哼，我用。你这也叫做用剑？哼，再来！来什么来？你先学会怎么拔剑吧。哼，这不就是拔剑吗？从此以后，这世上便再没有这样一位可以风华动天下的儒仙了。无论敌友，这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其实，他本可以不死的。是啊，他本可以不死。他已是油尽灯枯之躯，可若他不出那一剑，便可以再多活数年。可他不愿重燃战火。亦不愿背叛故国，甚至不想连累镇西侯府，所以他故意赴死，为的是破局。我们可以想得更简单、更浪漫一点。啊？或许这就是一个老先生对他徒弟的教导与爱。你虽然经常说一些废话，可是刚刚那句
说得很好。哎，你是不是又讽刺我？没有。行了，老七。话说你奉命调查此事，但如今如仙已逝。以你之能，应该已经想好了如何去禀报，既能抚平你父皇的担忧，又能保住这黔东城的安宁。那我们现在，朝廷的事了了，嗯，现在只剩下学堂之事。不知道侯爷可考虑清楚了？一定要东军吗？是啊。我可只有这一个孙子。侯爷，我知道您的顾虑，但是我对您说过，我此次来见您，仅仅是以学堂小先生的身份，这与我前些日子去寻古城先生是两回事。我想要百里东军，也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家师一直苦等的最后一位弟子。我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孙子。我的愿望就是让他远离纷争，一辈子在黔东城无忧无虑地做富家子弟。为什么你们非要把他推进深渊呢？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吧？大胆！你说什么？不是不让你说话吗？我是说，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。每一个人都会长大，人只要一长大，他就不可能无忧无虑的。他不久前才亲眼见到自己师父的死，你觉得他有可能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吗？不可能。况且他现在是西楚剑阁唯一的传人，全天下的剑客都把他当作目标。你镇西侯府，能护得了他一辈子吗？若论剑术，就算学堂高手来了，我也不惧。内子承袭温家毒术，放眼江湖，又有几个敌手？他要练武，在我们这里便是，即使学到8分，谁能害他？学堂李先生如何？那你就让李先生来跟我说。他这个人不讲道理啊！我若讲道理，还能生出这样的儿子来？世子，其实我觉得师兄所言颇有几分道理。哼，在黔东城学剑，他永远是那个万人之上的小公子，纵使学有所成，不过是一柄漂亮的剑罢了。未经生死，徒手可折。况且，百里东军似乎被一伙不明人士给盯上了。昨日我们便是在古城前辈处遭到了那伙人的袭击。那伙人来路不明，但是武艺高强。他们不但想带走古城前辈，还想带走东军。如此前有狼后有虎的危局，你们能护得他一次，还能护得他几时呢？昨日我也听程峰说过了，这帮人套路确实诡谲，颇为难缠。世子，当年世子学剑也是离家千里求学，难道偌大个镇西侯府中再无高手可教了？天启城的确是个吃人的地方，但是天启城也是少年们展翅腾飞最佳之地。我
相信百里东君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我不同意。这样吧，我们问问东君。父亲，侯爷通礼。王爷，世子，不好了！刚刚小公子抢了马，跑出府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跑得好，跑得好！侯爷，如果我是执意不让他去天启，我又何必面上虚与委蛇？他去哪儿了？出城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公子说他要踏遍乾东城。失礼了。行了，我们去看看。小公子，今日去何处玩啊？今日哪儿也不去，准骑马。刚出炉的红枣糕，小公子接好了。这，小公子，你要骑到几时啊？骑到落日黄昏，骑到月升星落，骑到身下这烈风居，踏遍乾东城的每一片土地。这。头儿，追不追？追！驾！吁，慢慢的追，千万别追上我啊！头儿，你又追上过几次啊？其他时候我不管，但这一次，一定不能追上。这一次，让我们跟在他的身后，做一次他的护卫。真是一匹不好驯服的野马。看来去不去天启，东君已经有了答案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参军可以当将军，苦读可以中状元，若是西路，可以做那绝世的高手。不必问他能做什么，只看他想做什么。有这样优秀的后辈，侯爷和世子爷还担心什么呢？九王子殿下，但是你把东君带走，可真的只是为了学堂之事啊？只为了学堂。好，东君此去天启，不要牵扯到任何朝堂之事。你可否答应？侯爷放心，我萧若风愿意性命担保。多谢。不错不错，够畅快。有我当年和顾剑梅一起马踏天启的风范了。么，世子妃，有什么事儿啊？世子妃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自创的毒，叫做温香暖玉。若是东君学成归来，安然无恙，我便给你解药；若是期间出了什么意外，放心，中了我的温香暖玉的人，会死得很舒服。我来了，天启！副将陈升，盼望小公子
学成而归。我方将士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我方将士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 司空长风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上山去打架了。你看你这架势，怎么就没有一点小药童的样子呢？我不是小药童，辛百草，你再这么叫我的话，小心我一枪给你打晕过去。那，你那草都给你采好了，自己检查吧。哎呀，嚯！ 果然有学艺的天赋啊，挑的半点都没差。按照我说的分量，自己去熬了吧。什么？唉，这草我自己摘，药得自己熬，这病看得够累。你付诊费了吗？没付。没付诊费，当然要自己熬了，自己动手。 哟，这药王谷里还有信鸽呢。那当然，不过这封信是给你的，给我的。司空长风还活着吗？哼，这人说话够直白的呀。还活着的话，别来乾东城找我了，我去天启城了。 有机会来喝我新酿的酒。没了。这人挺有意思的，他是谁？他呀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镇西侯的独孙，百里东军。不过他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乾东城？他的家人不是不让他去天启城吗？信上是什么也没写。看来你很关心他呀。那是当然。 他是我好朋友，哈，那行，继承我一半衣钵后，你就可以去天启城了。年轻的时候，谁都想去天启城，也谁都该去一次天启城。那里是龙蛇盘踞的地方，也是少年人乘风入天的地方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年轻时候也去过天启城？哎呀。 那个时候，皇帝生病，太医院治不好，3天杀了10几个太医。我师父就派我去出诊。屋内是快死的皇帝，屋外是随时准备拖我出去砍头的长刀侍卫。可是我握针的手，一点都没慌。后来皇帝的病治好了，我说过，只要人没死，在我这儿都能医。有意思。 我也一定会去天启城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肯进来马车里坐吗？他不是说了吗？他和人约好了，要看看这沿路上的大好河山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这种理由你也相信？还不够明显吗？你想想啊，你千里迢迢从天启城跑来抓他的师傅，现在他的师傅死了，他难免会把这事怪到你的头上。你这么一算下来，就是他的杀师仇人。我抓他的师傅，和他的师傅死了，是2件事。如果连这都分不清的话，那他就不是我想要找的人，也不是师傅所需要的弟子。得了吧你！你想想啊，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，18岁的时候心思都那么狠？
心思就那么的细腻啊。走吧。走。天启城啊，路还是那么宽，比乾隆城大太多了，真适合畅游一番啊！是啊，遥想当年，我与顾剑门也曾在这天启城中并肩游赏，如今我却被顾家所弑，千败于西南岛。既然你有意探寻此间风物，我便先行返回学堂了。小姐，二小姐，姐姐，鲜切的山牛、羔羊肉，还有薄如蝉翼的鱼片，男爵财产的凤菇，我先吃什么好呢？先吃什么好呢？我就知道阿姐对我最好啦。知道二小姐心心念念着，小姐一大早就暖好了锅，炖好了肉。那当然了，她可是我阿姐。不着急啊，好吃的可多了。姐姐这次去了好多好玩的地方，带回来好多新鲜玩意儿。江南的3米花糕，朔风的9曲花肠，你想吃什么都有。姐姐，我都想吃。哎，你们这次去柴桑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吗？据说那里繁华至极，还盛产美酒。阿姐，你有带回来吗？青儿何时这么喜欢喝酒了？这次去行程匆忙，倒是忘了带。哎呀，无妨，下次再去嘛。小姐，小姐，二小姐，是莫奇轩呀，坐下来一起吃啊。出去说吧。何事？百里东军已经到了天启。天启？现在这个时间，他是要……没错。学堂大考。仙儿，有什么事儿，阿姐他们需要出去说呀。你们此次出行有遇到什么事儿吗？阿姐总是心事重重的。小姐她……哎，仙儿，你待会儿再去帮我拿一盘羔羊肉，那个肉太好吃了。还有那个凤菇也拿一点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刚刚说姐姐怎么了？没什么呀，你就踏实吃吧。你姐姐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小姐，不能再犹豫了。他若是真的进了学堂，有了李先生的庇护，我们北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天子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以后我要怎么去找你啊？身若窗棂，江湖潇潇雨，心身变幻烟波里。天下有几人可舍去你？好奇落座相逢皆知己。待
爱我策马张风，天涯任浪迹，前路纵然如迷不停蹄，柔情乘风也愿远去，惊喜时可惜，怒马鲜已成人气。来天启第一件事儿，雕龙小筑，驾！谁呀？竟敢在背后偷袭本小爷！雕楼小筑的秋露白，你刚刚说想喝，现在还想喝吗？想。嘿嘿，我不让你喝。哎。你这人。嘿嘿嘿。天启城，你才走了一小半，还有一大半，今日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的路，等你能从这院子里面走出去之后再说。你谁呀你？哟，胆子很大，气势很足嘛，就是没有配得上的能力。一马关进天启城，还早了些。这个青笋也超级好吃，一会儿再给你拿点。嗯。姐姐，你快点儿，我都快吃完了。这羔羊肉可好吃了，你多吃点，我让仙儿待会儿再去拿一盘。星儿。怎么了？我呢，要去一趟北离的天启城。你在天外天替我遮掩。瞒过吴相使。什么呀，阿姐！你刚刚回来又要走，我就知道莫奇轩来准没好事儿。我以后看他一次打他一次。青儿，乖。我不听了，我今天是聋子，什么都听不见，我只吃东西。你就当帮姐姐一个忙好不好？青儿。等忙完了，我们北阙就能复国了，爹爹就能出关了。你不想爹爹吗？可是我更想你。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天外天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那我这次把心儿留下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小姐。青儿，去吧，早些回来便是。阿姐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早些回来，不要让青儿等你那么长时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哟，醒了。哎，悠着点，这下可让你睡了一整个白天呢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记着我是被一个老头给打晕了？哼，老头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你这说话的语气跟我们师兄弟几个还真有点像，难怪老七看上你了。
你在说些什么有的没的？这是在哪儿啊？打赢我的老头是谁啊？这里是稷下学堂，能打赢你的人自然是学堂的李先生。啊，不对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他也会是你的师傅。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学堂李先生。啊。堂堂天下第一，怎么还偷袭呢？师傅他老人家就爱开玩笑。行了，今天也是你第一天到学堂，带你逛逛去，走。哎，就见那老头，不，老先生吗？哎，放轻松，叫老头我喜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老头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。别说是你了，如果这老头吧不想见我们几个师兄弟去求他都没有用。但如果他想见我们，就是我们跑到男爵去，他也能轻松的找到我们。哎，算了，我说不明白，走，快点吧，别磨叽了。嘿，谁磨叽啊？等等我。哎，你看现在天色已晚，不如我们去用个膳，丢楼小筑怎么样？我请客。不怎么样。雷师兄。哎，对了，你听好了啊，这几天不准踏出学堂半步。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。为什么？不用问那么多了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以你的身份，多少人盯着呢？再说了，你现在也不是学堂的弟子，你安分点吧。啊？我还不是学堂弟子，可你们不都告诉我我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吗？孩子，谁给你这样的勇气和自信呢？你不过是老七找的一个备选罢了啊！雷师兄，雷师兄，哎，对了，就在昨日，天启城最大的赌坊千金台开了一个新的盘子，就赌这次学堂大考谁会是那个老头啊？不对，谁会是学堂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？虽然吧，你的名字呢还没有被世人所熟知。大家都以小先生所选代替，但是赔率出来了，1比1。1比1。哎，不错，看来我在大家心里还挺受欢迎的嘛。哼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又不傻。这肯定是小先生的功劳啊。这是一点，还有一点。什么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过你。这千金台的涂大爷吧，虽然刚继承家业不久，年纪也不是特别大，但他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但凡他看过你一眼，这个赔率肯定得改。你什么意思？自己品。雷师兄，哎，走吧。这就是小先生和雷师兄带回来的那个，好年轻啊！当然年轻了，小先生才多大？小先生天纵奇才，谁能和小先生比啊？那他带回来的这传说中的关门弟子，可不得和他不相上下？哎，连过山，万一我最终没被选上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没大没小。若是师傅没有选上你的话，不用灰心。内院还有其他12位师范，他们也收徒的呀。万一他们哪天看上你了呢？应该不太可能啊。但是你也不用那么灰心。你想想啊，再不济咱们上外院去啊，外院大，好进。它呢，等于是天启城中那些贵胄公子哥们混个名声的好地方。像你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若是说你想去外院，别说什么时候了，明天你就成了外院的座上宾。但如果你也不想混名声，也不想混时间的话，你就等个机会，来年再考呗。但如果你来年再考的话，你就做不了李先生的关门弟子了。所以说我这么气势汹汹地杀到这里，很有可能再垂头丧气地滚回钱东城。没错。为什么我来之前没人告诉我？我们没说吗？不对。你这事儿不能怪我，你在来天启城的路上，你就已经展现出一副天启城是我要施展拳脚的地方，我已经准备好粉墨登场，而我跟萧若风只能起立鼓掌。
公子，还有3日便是初试了，不知此次初试考题可有眉目啊？你不是也说了吗？3日之后才是初试，急什么？我不着急，我着什么急啊？我就是觉得我们是不是……怎么，大家不敢来问我，所以去逼问你，对不对？这1天3、4趟的问，谁都吃不消啊。往年初试考题那都是提前7日便会放出一些风声，难道这次你真的要等到最后1日再公布啊？最后1日公布，不才是正常的吗？怎么，学堂现在都这么厚脸皮了？提前泄露考题，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。哎呀，柳月呀，这初试又决定不了最终的结果。初试完了，还有一个中试，中试可是几10年不变的一队打一队，这才是真正考究实力的地方。初试嘛，不过就是让各家公子拿个好兆头回家去的。别这么较真，柳月。琢磨公子说的对，更何况以柳月公子的才学，就算是提前告诉大家考题，没有点真材实料，也是不行的。就是，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还下不下？哎，不下了，反正我也下不赢你。我就说嘛，今天怎么突然之间跑来找我下棋，自取其辱？原来你也是来套题的。哎，那我不是带来一个备考的兄弟吗？再说了，往年初试的题目我10几天前我都能知道，谁让这次主考官是你啊？哎，挺好，特别好，所以我这不亲自登门拜访了吗？那我若非要最后1天公布呢？那行，看来以后每一年的主考官都会是你喽。你威胁我？对，我就威胁你，怎么着？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嘴巴特别碎，我就每天跑到师傅那儿去吹耳边风，我就告诉他，哎呀，柳月当主考官特别好，让他给你做主考官吧。他听烦了，他就会同意了，你就年复一年，1年又1年的做主考官，1年再1年。算我怕你了。嘿嘿。文武之外，啊？没错，就是文武之外。世间大考分为文武2类，但文武之外呢，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既不考文，也不考武。只要文武之外有能令我折服的东西，这初试我就让他通过。这还不说呢，可这文武之外到底要考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学堂要的不仅仅是文武双绝的人，还有有趣的。而这文武之外，考的就是人。哎呀，柳月呀，柳月，你这可是给我开了个后门啊！你可别给我扣帽子，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，和你带来的那位兄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懂。哎，对啊，你说那位小公子最近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话说，我也好几天没见着他了。舒服，有了内力就是不一样啊，感觉全身都暖洋洋的。哎，雷梦莎今日来学堂了吗？琢磨公子的动向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没大没小啊！怎么了？今日突然有事找我？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哎呦，巧了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真的？你先说。来。初试的题目出来了，
出来了，是什么？4个字：文武之外。嘿，嘿，嘿，你怎么了？你这高兴傻了？这表情。不是，那你文不成武不就的，这文武之外真挺好的。文武之外？我练了这么多天武功，你告诉我文武之外？去你的文武之外！真是奇了怪了，文武之外，不考文也不考武，那这算什么考试啊？那你说这选拔的是什么呀？或者是啊，谁长得美，谁就能进中试？哼，兄台此言有理。那柳月公子据称是容颜绝代，说不定就是谁长得美就符合人家要求呢。那，旁边这位小哥容貌俊秀，若去参加考试，那必定能通过呀。确实气度不凡呀。谈。哎，客气客气。文武之外，倒是有趣。这位小姐，冬日要到了，本店新进了一批布料。老板，帮我做套衣服，很急，我3日内就要。好。行。柳月公子啊，特立独行啊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，把学堂大考放在我的赌坊里。所谓大考，其实和赌没什么区别。愿闻其详。很多人苦学10年，为的就是大考的这一刻。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发挥最好的一刻，亦或许是发挥失常、再无挽留之地的一刻。赌博呢，也是如此。不上到赌桌的那一刻，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；而上了赌桌，这胜负才刚刚开始。精辟！除非出千。怎么？有人敢在你这千金台出千？当然不会。所以我们今日在此大考嘛。柳月公子啊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，妙哉，妙人呐！你看我这大金牙都为公子倾倒了。二爷呢？当初选择借地给我们的不是他吗？去听曲儿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愿意听曲儿。本来对这个学堂大考不感兴趣，答应你们啊，无非是柳月公子拿了一阙残谱与之交换。哎呀，能为学堂大考提供场地，我千金台每天损失个1.8千两的银子，不心疼。涂大爷的损失，学堂明日自会派人送来。这就是学堂的嫉妒啊！走快，敞亮，收单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加
没问题的。小爷百里东军驾到。又喝多了？谁喝？你是那个剑林的高手，你叫叶鼎之。哦，对对对，叶鼎之。那天我是喝多了，不过我记得你剑术不错，人还挺有趣的。本来我还想跟你交个朋友呢，结果没来得及说话就被我舅舅给带走了。现在想也不迟啊。成，你也是来参加学堂大考的？自然。参考学员即刻入场。走吧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走。这莫非就是雷莫莎此前跟我说过的什么赔率？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我知道，这是千金台设的赌局，看今天谁才是大考的魁首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名字后面这1000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数字越大越厉害？你想什么呢？数字越大，说明看好你的人越少，你的赔率也就越高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人押你1两银子，你得了魁首，他就会赢1000两。但是呢，机会小啊，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。像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热门人选，押我的人可多了，所以我的赔率就不。竟然也是1000。连个外院学生丢了桃子都接不住的人，赔率不是1000，还能是多少啊？这千金台的赔率啊，是根据买家的数量决定的，还望柳月公子让小先生不要介意啊。小先生欺我功夫馆这等小事。开始吧。学堂大考，准备开始。所谓文武之外，便是请诸位在文和武之外展露一下自己在其他方面令人惊艳的特长。时间为6个时辰，在这6个时辰内，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可以交卷了，告诉我们你要展露的是什么，我们呢便会派出相应的考官来进行考验。若通过了考验，即可进入中试。每位考生都配有1名助考士，诸位可以让自己的助考士去千金台外取展示才艺所需要的东西，可有异议？大家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还问我们有没有异议？若说有异议，还有用吗？这傻小子，没有用。开考吧。开场。倒有些53刻即刻行刑的意思。来，看看我的牌如何？怎么样？哇，36一只鹅，神仙救我！嗯？牌也太小了。怎么听起来更不吉利了？的确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，因为你配出了少有的最小的牌。
不管庄家是什么牌，你都会输。你还是回去酿酒去吧。嗯。哎，你的肉好像糊了啊！哎，让我看看你的牌。牌不错。天王和天高酒，还真配你的天门。你们这黑话我也听不懂啊，听起来倒是挺霸气的。怎么样，你能赢吗？你把我的牌掀了，庄家还没亮牌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赢？哎，不劳公子费心了，自己来。哈哈。双帝妈梅，好牌。哎，不算最好的牌，不过赢我是绰绰有余了。你呢？妈人，好牌，的确是好牌，不过不如庄家的双帝，也输了。姑娘这牌啊，确实不错，但是就是可惜，这只是我的小牌。至尊宝，至尊宝当然做到了。这什么运气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是他？不敢想啊！赌徒们一辈子也难碰到一次的至尊之牌杀一切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配出至尊宝。至尊宝，好牌。涂大爷怎么如此惊讶？那个姑娘，她出千了。涂大爷看到了。我若是看到了，她这双手啊，无论如何都得留在千金台喽。既然没看到，为何认定这姑娘出千了？因为涂晚她出千了，她坐在下面，就没有人能抓到至尊宝。可涂大爷不是说，在千金台内，从来不会出现出千的情况吗？抓到的叫出千，抓不到的都叫实力。哎，你要不要看一看你的肉烤没烤好？哦，你去看看你的酒酿没酿好。对，走。徒儿爷，怎么说？敢问姑娘，尊姓大名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做尹落霞。涂大，你耍我玩是吧？我也以为是骗子嘛，这不是把你叫过来验验成色吗？另外，你输的不冤。叶鼎之，他很出名吗？她呀，是昔日赌王之女。那年，赌王在北离的第3大赌坊青州逍遥楼内输给了男爵来的连如烈，几十年的身家被一朝洗空了。第2日，他的女儿便坐上了赌桌，连胜3局，重新夺回了赌王之位。那年他才10岁，个子不够高，是坐在赌王的肩头上赌的。嘿嘿，原来是小赌王。在家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咱们改天再赌过啊！赌就不必了。我过出事了吗？能在千金台出千，也是本事。过。考生尹落霞过出世。敢在这么短时间内选择酿酒参加比赛，不是天才就是蠢材。希望你是前者，这样我们就能做同窗了。为什么他走之前还得损我一句？想点好的，他是在鼓励你。哦，信你个鬼！啊，你这是要干嘛？让他睡一觉，我也睡一觉。
哎，进去有多久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看看这么久还不出来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搞什么呢？不是里边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还不出来？一个时辰到了。不，还没有。可我看这香已经烧了过半了呀。这不怪你，这周围的时间、空间流转，都因为某些原因变得混乱了。我刚才明明倒了一杯啊，怎么空了？是奇门遁甲。奇门遁甲？没错，学会奇门遁甲，来人不用问。此方天地一切逻辑，都由布阵者决定。我的菜怎么糊了？我的花呢？这怎么了？这阵呢，我就不破了。有此等功力，可过。诸葛云，在公子面前献丑了，谦虚了。他姓诸葛，姓诸葛，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很多。就像你姓百里，就代表了一些东西。考生赵玉甲，就变个戏法吧。又来个变戏法的，赵玉甲，我还赵玉珍呢。公子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定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，1连6个时辰，哎呀，谁受得了啊？时间掐的倒是挺准啊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熟能生巧，多被师傅打几回你就知道了。我看你的羊腿也快好了。可不，就等你的酒好了，便是美酒配佳肴。还剩最后半个时辰。到时候了。好香啊！考生李信，交卷。看来你晚了一步啊！这个人的酒要是比你那好喝，你就没戏了。没有人的酒可以比我的酒好喝。你很自信？那是必须的，因为我和那人约定好了，他做那剑中天，
我当着酒众仙，未来酒仙的酒，怎么可能输在这种地方？你也还记得？我，百里东军，铜球考。这合适吧？这位考生，现在场上就剩你一人，你、我，还有涂大爷，不如我们3人一起评判这场对决，如何？求之不得。这酒香啊！好酒，比我们千金台的金银水也毫不逊色啊！不错，确实好酒，酒香醇厚，入口绵柔，不是凡品。那就尝尝另一杯吧。这酒晶莹剔透，也没有什么酒的香味儿。如果你不说这是酒，我还以为是水呢。不过闻起来倒是清香沁脾。好清甜。百里东君，这酒叫什么名字？过早。过早？为何叫过早？因为它本可以酿很久，却为了让人提前喝到，过早的拿了出来。不过这陈酒有陈酒的香，过早的酒也有过早的清爽，而这一杯并不适合嗜酒之人，更适合温柔的女子或者清癯的老者。酒有千百味，并非其中某一味就是最好的。灵素，再给我倒一杯。这位小兄弟，我能不能再来一杯啊？欲求必有。同样是一杯涂大有点贪心啊！好熟悉的味道。涂大爷喝过这过早酒？我不知道什么叫过早不过早，我只知道这酒里啊，有娘亲的味道。从小娘亲每年都会给我酿这种酒。我想我的娘亲了，失态了，失态了啊！这酒也让我想起小时候，竹马成双，早得刚刚好。东君，你说这酒适合温柔的女子和清癯的老者，可现在看来，像涂大爷这般豪情的男儿，还有叶鼎之这种漂泊行客，也爱这酒。人有百态，酒中千味，谁知道恰好选中哪一位呢？好，这酒呢也喝过了，那就让我们来尝尝，这肉如何？我这里也是，欲求必有。柳月不让我进，你们也不让我进，我还是他师兄呢。哎呀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出来，柳月这家伙不会整我吧？
尝尝吧，诸位。